你是不是也花了一堆钱做疗愈、修饰业力，却发现生活还是一团乱？别再折磨自己了，你的灵魂根本就没有坏过，它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神，只是你登入地球时下载的一套玩家界面。既然只是个游戏界面，你干嘛一直费力去修理它？今天这堂课我们不谈传统疗愈，教你直接跳出界面，找回你原本就具足的力量。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你以为你的灵魂其实只是你本源意识外的一个界面。这个也是不是人系列的第6堂课。我今天讲的会对我们的灵魂的概念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没有一定要是这样子的一个解释，只是你一定要落到你自己的解释，我觉得才是比较好的。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去定义你自己，只有你自己可以去定义你自己。所以我现在定义我的解释，就是如同我现在分享的概念。今天的题目是，你以为你的灵魂其实只是你本源意识外的一层界面。那我们今天探讨的是灵魂的概念。我等一下要讲的其实不是批判，只是我对这个的叙述。就是我们接触到灵性疗愈的这个范畴之后，曾经的我也一直以为灵魂需要一直进化，所以就要做很多的疗愈。对我来说，灵魂需要进化这个概念，它是疗愈范畴里面是一个不存在的议题，它是一个幻象。那灵魂它只是一个被集体意识所高度神化的一个概念，或是一个容器，就是我们把这个灵魂神格化，或是把它变成是一个能量的载体。我们所谓的灵魂蓝图，或者是灵魂伴侣，或者是业力，都只是这套地球软体的设定的档案，它并不是我们的本质的真相。那我们要相信的是什么呢？我们是无限的，是真实性的，所以不需要去透过一个有缺陷的容器来容纳。因为我们以前所接触到的论述，或是所学习到的课程或疗愈，就是灵魂可能一直需要不断的进化，所以灵魂分为老灵魂、年轻的灵魂，然后灵魂有很多的灵魂使命等等等。那我们相信了使命这个信念，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去达到这个使命，而经历了种种的试验或是种种的体验，但实际上是没有这种东西的，那只是集体意识被灵魂所塑造出来的一个概念。大部分都把灵魂变成是很神格化了，你一定要按照你的灵魂蓝图，你才会很顺遂在这个地球上发展，其实都是幻象，它不是真实的。那灵魂呢？灵魂它就是一个界面而已，扮演我们在地球人这个角色的界面。我们的灵魂是我们登陆在这个3维地球的意识平台的时候所生成的一个玩家界面，那个玩家界面就是我们的灵魂。那这个界面它设定了什么？我们的性别、我们的出生背景、我们的性格倾向，以及我们体验的痛苦和分离，这些限制性的参数，它全部都载入在这个灵魂的界面上，然后让我们来成为这个地球角色去体验用的。所以它的存在目的不是为了让我们觉醒，目的是什么？让我们沉浸在这个角色中，就是沉浸在这个不是光的角色中。什么叫不是光？就是我们一直以为我们要去变成光嘛，或者是我们要透过修行、修炼或者是疗愈来成为光嘛，所以我们就会一直以为我们就好像不是光，或者是我们好像是需要去修理的光，或者是我们是一个坏掉的光，我们会沉浸在这种错觉，是这个概念哦。所以灵魂它这个界面，它载入了什么东西？有我们的性别，有我们的背景，我们的性格倾向，我们的体验，包括了痛苦，包括了分离，包括了快乐、喜悦，种种的限制参数。那快乐跟喜悦也是限制参数嘛？只要有能量的波动，都是参数。我们不是带着灵魂前进，我们只是使用这个界面，把灵魂跟界面画上等号，用这个解释，你会容易跳脱灵魂对你的限制跟束缚。这是我现在的观点。那我觉得这个观点对我来说蛮好的，就是灵魂对我来说不再那么的宿命，不再那么的限制，不再那么的狭隘，好像无法挣脱一样。它只是我的一个来地球上的一个界面而已。然后这个界面载了很多不同的系统，哪些系统呢？我们的体验，我们的出生背景，我们的性别，我们的性格倾向等等等。那灵魂的构造，它只是一套下载了限制软体的一种界面而已。那什么组成的灵魂的界面？就是我们的记忆加上情感参数加上业力标签。情感参数就是有很多的情绪叫情感参数，我们把业力也当成是一种
审判或惩罚，或者是它必要的一个现象，它就变成业力标签。所以灵魂这个界面，它实际上就是一种记忆，你把记忆可以形成是一种印记，印记就是你可能来到地球这个场域很多次了嘛，然后它会有很多的印记的一种堆叠，然后再来是我们的情绪、情感参数，再来是我们所谓的业力标签形成而成的那个叫做灵魂界面。那它是一种比较低维度的一种能量的实验场，就是宇宙在我们身上所进行的分离体验的实验。什么叫分离体验？就是我们把所有的痛苦、所有的执着、所有的纠结，都是灵魂界面运作的结果。然后这些痛苦、执着、纠结会让我们误以为我们跟光是分离的，所以我们会一直不断的去体验分离体验的这个实验。比如说以前我们在疗愈的时候，或者我们在学习课程的时候，有听过这样讲过吗？这是我们的灵魂功课，这是我们的灵魂业力，这是我们的灵魂所需要学习的课题。那如果去论述我的灵魂的课题，或者是我灵魂的功课，我们只不过是在认同这一个程式的运算的结果，就是等于是我们是认同这个灵魂是我们的角色。那灵魂界面是我们创造出来，目的是要让我们在地球上扮演有限的人。那灵魂是谁创造的呢？就是高维的自我创造出这种灵魂的这种概念，然后被创造出来呢，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在地球扮演出有限的人，就是被限制的。我们是一个有限的一个存在，所以需要透过学习，需要透过努力，需要透过修复修行，需要透过疗愈来变成光，或是变成无限的现象，无限的自己。这个都是我们对灵魂很多的意识下形成的一些限制。所以灵魂只是一个界面，它不是一个什么很神奇的一个解释，或是一个有神格化的概念，它就是一个界面。我们就是在这个界面上去执行了被这个界面上所下载的限制软体，然后让我们以为我们是有限的，或是让我们以为我们是真正只是一个平凡人的概念而已。我们从载体到本源的抽离，我们要去做这个论述。你可以做一个练习，你像闭上眼睛，然后你可以静下心来，你就深呼吸，闭上眼睛，然后你就移除你的名字，移除你的身体，移除你的情绪，移除你的故事，甚至移除你的灵魂这个标签，你全部所有一切全部移除。那移除完之后剩下的是什么？它就是你的本源意识。所以你的本源意识它没有定义，它没有标签，它也没有业力，它是无限无形的，它本来就是本质具足的，它是没有意识，没有标签，没有业力，它是无限无形的。所以得到这个答案需不需要费力？不需要，它非常的轻而易举，因为你本来就是这个答案的真相，只不过我们误以为它是需要很费力的，它是需要很努力的，其实不需要。就像我前天那个课程分享的，我们如何回到本源当中，如何成为那个观察者。那个观察者也很简单，就是你去闭上眼睛回想最痛苦的事情，回想让你很愤怒的事情，或是回想让你很开心的事情。那你在回想的时候，你可能脑海里会生成画面，会回到那个场景。那你回到那个画面或那个场景，或者是有那种感觉，你在观看那个画面跟场景，或者是你感觉到有这个感觉的那个当下，不管你是看的，就是你在创造情景中看的，还是你用感觉的那一个状态，就是在观察。所以你回到那个观察的现象，你并没有很费力，也就是很简单，就回到那个观察者，所以它本来就这么简单。但是我们一直以为我们需要很努力，或是需要修行修炼才能够回到那个观察觉察的现象，其实根本不需要。那个观察者是很容易的，那比较困难的是什么呢？我们通常会忽略那个观察的那个本体，我们会随着那个情境进入到这个角色的情绪当中，所以当你回想到很愤怒的现象的时候，你还是很愤怒，你还是对那个对方或这个事件不谅解，甚至不原谅。当你回想起那个开心的事情的时候，你还是会很憧憬，希望能够再一次的遇到类似的事情，让你能够可能跟家人的重聚，跟你的伴侣的重聚等等等啊，你会有那种期待感嘛？我们都会进入那个情境，然后形成那个角色，进而进入那个情绪，你才会有感觉。所以我们就是要脱开这个样态，成为真正的观察者，是没有这种情绪的波动的。那等一下会提到没有情绪波动，那身为人还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们不是在修复灵魂，我们只是在解码程式。解码什么程式？解码这个灵魂的界面。
把它解码掉。解码掉之后，我们就会脱开灵魂需要去修补这个幻象。所谓的灵魂的修复、业力的清理，这些行为，它只是在编辑低维度的程式码，它并不会让我们回到本源。什么概念？就是如果我们还是有这种的信念，我们需要去修复，我们需要去移除业力、清理业力，我们是需要去修行的，或是我们需要去疗愈的，这个动作都不会回到本源。我们只不过在这个游戏中反复的玩类似的游戏，并不会脱离。你会在这个游戏中得到那个短暂的过关，或者短暂的喜悦，但是你又会再面临到更大的关卡。因为我们的信念会停在哪里？我需要修行，我需要疗愈，我才能够回到本源，而并不是定在我已经是本源这个现象。所以我们的潜意识就会不断的创造很多的关卡，一关比一关更巨大，一关比一关更难的难度。那你就要更加的修行，更加的疗愈，你一样会超越每一次的关卡，你会得到你胜利的喜悦。但是马上就会有更大的困境在等着你，因为潜意识就是这样觉得的。如果我们觉得灵魂需要修复，业力需要清理，那我们就会在这个低维度的程式码一直不断的解码，再重新设计更难的码，然后再解码，再重新设计更高难度的程式码，再重新解码，会一直反反复复哦。后来我理解到，疗愈是永无止境的疗愈，是没有意义的。对我来说，我才会去思考，那如果没有疗愈之外的我是什么样的我，然后就会发现其实没有坏掉过，真的不需要疗愈，然后才会往还原的概念去前进。所以我现在的做法，第七光行者都是用还原法来去做这个方向的前进。等一下我也会讲什么叫做还原。未来有一天，如果我们能够脱开还原这个概念，就真正的没有任何的束缚了。所以那个真正的自由是意识到我们从来就不是城市的本身，我们本来就不是城市嘛，也不是这个界面，所以我们本来就不是灵魂的本体，本来就不是，我们是超越灵魂以外的意识之上的存在。本源的意识是无相的，是自由的。无相就是没有形象，没有形体，然后没有边界，没有范围，它是自由的。那我这边讲的最高版本的解释，不是我们要跳到最高版本，不是这个意思。那我这边讲的真正的最高版本是什么呢？就不是最高版本了。要理解，如果你去听我前面讲的课程，我们的所谓的最高版本就是没有版本，然后没有二元，没有界面，它叫做最高版本，就是没有任何的限制性。没有版本才是最高的版本。我们如果企图从低的版本要进到高的版本，那我们还在版本之中嘛？我们从现在比较不好的剧情，然后透过我们的修行或疗愈，能够转换到更好的剧情故事的发展，那也还在故事里，并没有跳脱故事。无二元的概念是没有二元亦无一元，没有二元也没有一元的现象。即便我们醒觉了，都是用一元的解释，但是我们还是脱不出二元的现象的体验，就是你还是会活在二元的体验中，只不过我们都是用一元的解释去看待二元的现象，所以不会被二元的这些现象所困住，这是正确的。但是其实更高的觉察是什么？没有二元的现象，也没有一元的现象，就是全部都是无。那没有二元跟没有一元呢，是什么概念？二元就是有好跟坏嘛，那一元就是你原本本质，那你可以解释究极无限的美好，那是你的本质。那我们去定义究极无限的美好，它也是一个定义，它本身就是一个相。实际上你的本质是没有任何文字名词可以去叙述的，是没有这个东西叙述的。那我常常讲究极无限的美好，那个是我对我的本质的叙述，但实际上我知道它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或是文字所叙述的。所以那究极无限的美好已经是接近一元的概念，实际上也没有一元这个东西。比如说你把极乐世界跟一元画上等号，不管你是用极乐这个名词还是用一元，它还是被人类的名词所定义，它是一元，它是极乐。那能够被定义的都是有限的，这样理解吗？就是你能够用文字或是用那个语句去叙述一元，你能够叙述出来的一定是有限的。你就算叙述个千百万种的解释或是叙述，它还是有限，因为它是不可说不可思的，就是你根本就无法叙述它，无法透过你的思绪衡量它的，那才叫真正的一元的概念或是极乐的概念。
但是我们是人类躯体，你不可能跟别人分享的时候，你要跟他讲一个很奥妙的观点，他可能无法当下理清你在讲什么，他只能觉得你是一个异类。所以我们用意缘，或者是我们用极乐一个名词，或者就无限的美好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最终的一个本质，一个本相。实际上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就是无版本、无二元、亦无一元、无界面，这才是我们最终的本相。那你说为什么一定要回到这个本相中？回到这个本相中才能够真正的出现丰盛。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灵魂界面会一直不断的去拉扯。为什么会拉扯？就是我们有很多的集体意识，我们有很多的我们所谓的灵魂的印记，或者我们所谓的灵魂的业力，会一直不断拉扯我们，你就会对自我产生的怀疑，跟你在现象中，你在这个实际的体验中所感受到的迟滞、延迟，等一下后面会讲到延迟性。所以我们一直在寻找我们的高维自我，就是最高版本。比如说我们会跟我们的高我连接，我们说高我是最有智慧的自己，然后我们在寻求一个高我或是最高版本，其实都是没有版本的，也没有高我这个的名词都没有。那本源意识的真相是什么呢？它是无限无形的，它是不可被定义的，我们无法用任何的语言去描述它。但是我说的那个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那个是我现在的定义，但是我知道这个定义是无法完全的定义它，只不过我这个定义是为了我们在肉身行走在地球上，你会知道我在讲什么，但是它不代表也不能够符合它是真正本质的定义，所以你也会用你对本质的定义去定义一个所谓的名词。如果我们理解本质具足是从来没有缺过任何东西的，所以它本来就不需要修补，也不需要疗愈。绝对的创造是什么？我们在意识上所投射出的一切，包括地球，包括全宇宙，都是我们意识的投射。那你是你一切意识的中心点，因为你才是你自己世界的造物主，所以你是你一切意识的中心点。但如果你在这个意识之上，你对于宇宙你有理解的概念，从教科书或是从任何的讯息，你知道有很多的银河星系，你也可以把地球视为一切宇宙的中心点，把你自己视为你是地球的中心点，你再把你自己视为你是一切意识投射的中心点，就是一切都是你，你可以这样的为自己做定义。那绝对创造就是在我们的意识平台上所投射的一切，在这个地球上或在这个世界中，包括灵魂界面，这些都是所有投射的一切，从我们的意识所投射出的一切，你投射出的一切就是你所有的绝对创造。你现在想象到的任何东西，其实都是你投射出来的，而且都已经完成了。比如说大到太空梭、火箭，小到汽车、金钱、金山、银山、海洋，各个类型的动物、植物等等，有形的、无形的，全部都是你意识的创造，你的投影。基本上你就是绝对的创造，你创造这个一切。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只有你，就是从你的角色去论述，你本来就是这个绝对的一的源头，而投射出所有的一切。那每一个一切都是你，所以我们本来就是永恒的光源。但是我们却要很费力的去修复驿站，我们以为需要电力的灯泡，那个灯泡就是灵魂，那个电力是什么？电力就是修行或是疗愈，因为扬升本身就是一个幻象，或是你说是一个骗局也可以，用幻象比较中性一点。所以坊间会有很多的课程或者老师会一直提倡灵魂扬升，或者我们要去扬升，扬升再扬升。那什么是扬升？扬升不是我们带着我们的灵魂的界面到达一个更高的维度，那不叫扬升。字面上的扬升好像我们上升了，其实不是哦。扬升的重点是还原，就是意识的还原，就是彻底的停止我们对灵魂界面所有设定的认同。什么叫所有设定的认同？就是我们停止对这个灵魂界面所扮演的角色的认同。扮演什么？扮演着痛苦，扮演着匮乏，扮演着业力故事所产生的认同。然后这个界面我们全部停止对于灵魂界面所扮演角色认同，全部停止的情况下，就会自动解除对自己的限制。所以真正的目的不是为了让灵魂进化，而是让我们的本源意识透过灵魂这个界面体验到它不是光的剧本，然后进而随时的可以选择还原。所以扬升不是字面上讲的我们能够飞升，或是我们能够提升，扬升恰恰是解除
解除这些不需要的灵魂界面，解除这些我们对这些界面所产生角色的认同，全部解除，你才能够回到本源，才是真正的扬升。所以很多人透过灵魂扬升，一直去修补业力，一直去清理业力，一直去做大量疗愈，一直去做很多的修行，一直去上很多的课程，并没有对灵魂真正的产生扬升。我们一直不断对这个灵魂的界面所扮演的角色，一直不断的认同再认同你是一个受害者，认同你是一个匮乏的人，认同你是一个不丰盛的现象，认同你是一个被感情背叛的人，认同你是一个什么事都做不好的人，一直不断的认同你，才需要去修补业力，你才需要去做很多种种需要你要去做扬升的动作。实际上没有扬升，扬升的实际的本质就是退掉这一切你所谓需要扬升的这些现象，把这些设定，把这些认同拿掉，你才能够真正回到你的本源。那很多人他去体验不是光的剧本，就是我们很痛苦啊，或者有很多的莫可奈何的现象，或者是好景不长，或者是快乐的东西它很快就会消失，或者是你的喜悦是短暂的，这种让你觉得不是光的这种剧本。那你能够透过这种不同的剧本去觉察，其实你是可以不用透过修行的，其实你是可以不用透过疗愈的，你就随时可以选择还原。还原就是你本来就存在的现象，你的真我。那我就是这样子所体认到的，所以为什么后来没有做疗愈的，就是我都是用还原的概念，就是我本来就是好的啊，我本来就没有缺啊，我本来就没坏过，为什么要一直不断去修自己？那还原我们的灵魂界面。当我们的灵魂界面还在运作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什么？被卡住了，我还不够好，或者是我的课题，这些情绪跟思维都是我们的灵魂界面正在运行。假设你觉得你现在的事情被卡住了，或者你现在所要做的东西你还在期待，你期待它会发生如你所愿的现象，或者是你还是觉得你自己不够好，或者是你还是觉得这是我的问题，这是我的业力，这些都是我们的灵魂界面正在运行的现象。那进行还原是什么？当我们感觉到痛苦的时候，现在这个感受的痛苦是我还是本质意识，你就马上可以告诉你自己一个答案。我前面有提到，这是我们的高维自我，就是我们的高我所创造的练习家人。每一个不好的现象都是练习家人，好的现象也是练习家人。那这些练习家人，你感受到你的情绪不稳定，或者是你感觉到很迟滞的时候，你就跟你自己讲，这个是我的练习家人的人格的角色的扮演，还是他是真正本质的我？那你就会知道，这个是人格意识的扮演，它不是真正的跟我，它不是。那你就会跳脱出这种感受，你会稍微脱离。那会因为你一直不断的提醒你自己，你会脱离越来越快，然后幅度越来越大。一开始我们可能需要一直反复的去提醒自己，我说的是提醒哦。所以当你跳出去，然后没多久又进入到角色情境，又进入到灵魂界面，又感受到又认同了那个不好的感觉，不要对自己责骂，要对自己是无限的仁慈，就是再脱离就好了。那再进去就再脱离，就这样子。那你会随着你一直不断的对你自己的提醒，你最终会一直恒定在脱离的现象，而不再进入到角色中。当我们感觉到匮乏的时候，那你就跟自己讲，如果我已经是光的本体，我会相信这个匮乏的剧情吗？你的答案一定会说不相信，但是大脑会说不相信，但是你的心境可能还是相信的。所以当你在跟你自己讲，如果我已经是本质具足的光，我还会相信匮乏的剧情吗？你的大脑会反射出不是，我不相信这个剧情，但是你的内在可能还是深信这个剧情，所以你的情绪没有办法一时半刻脱离嘛。或者是如果你脱离了，但是你又很快被你内心所深刻的深信又拉回情境中，又感受到匮乏，那你就这样子再脱离，然后就被你内心深处的所深信的又被拉回，你就再提醒自己就再脱离一次因为我们做疗愈的动作也是为了让你脱离情绪的震荡，脱离它。那你疗愈完之后，为什么会常常觉得这个议题我疗愈过了，为什么反复发生？因为内心深处还是深信认同了那个灵魂界面的这个角色嘛，你认同了，所以你又跳回去了嘛，所以就对自己仁慈，就再脱离就好了，不需要一直反复的用什么疗愈，或者反复用什么修行。因为疗愈跟修行就证明了你真的坏掉了，或者你证明了你真的是缺的，你才一直不断的去修复嘛。那你就提醒你自己就好了。为什么？因为你本来就是光的本体，就提醒你就可以了。那我提醒了，为什么还是会回到认同角色的这个观点，又回去了？
这很正常啊，因为你的灵魂界面本来就是设计不同的体验，让你认为你就是一个简单的人啊，或者让你认为你就不是光，然后透过你不是光的种种的体验的剧本，让你随时能够选择还原用的。所以这本来就是你灵魂设计的剧本，就是让你是体验你不是光啊，或者是你需要变成光啊，一直到你真的体验到你是观察者，所以你可以随时还原。就像我前天讲的，你去回想那个不好的过程，或是让你感觉很开心的那个过往，你马上就回想起来了。然后那个回想，不管你是有画面生成还是感觉到，那个动作当下就是观察、观看，那个就是观察者。只不过我们一时半刻不会定在那个观察的现象，我们会随着这个剧情进入那个情绪中。愤怒你就跟着愤怒，你会跟着委屈；那开心你会觉得哇，好希望能够再回到那个时候，或者是好像能够再有这样的感觉。那个都是情绪，我们进入那个情绪角色，所以我们错过了观察，是我们把观察误以为它只是一个路过，实际上观察才是你的身份。那如果你觉得你需要去修复，那你就释放所有需要去修复的灵魂，才能够完整的信念，把它还原成我本来就是完整的。你就跟自己去做这个指令，或是去做这个对话就好了。那你就是分享你本来就完整的，然后把这些需要修复的这些现象全部还原，不用什么送回光中，还原。还原就是你本来就是没有缺，没有坏掉，还原成你原来的样态。所有的灵魂界面，它所有的事件，它都是我们的高我、高维自我，让我们能够体验到所投射出来的练习家人，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是练习家人。所以不用再问说我怎么去疗愈我的灵魂，因为疗愈灵魂本身就是幻象，它是不存在的一个假象。因为灵魂本来就是一个界面，你本来就不需要疗愈它，你的本质就是本质具足的现象，所以你并没有坏掉。所以一切外在的都是为了让你去体验用的投射的练习家人，所以本来就不需要去修理或者去疗愈练习家人，本来就不需要。那身为这个剧情的作者就是我们嘛，我们从这个角色你可以跳脱出观察者，最后你可以写出这个剧情的剧本，你是那个写的作者，那你就可以跟你自己讲，如果你发生了很多冲突或是很多的匮乏，你要如何去利用这个匮乏，利用这个冲突去展现你无限的力量，你就对自己去做叙述，你就会有新的想法，就你可能有一个操作把手，然后这个把手就是你的灵魂界面，你可以随时放开。当你握着把手，你就是那个角色中嘛，就是玩家的角色嘛。当你放开的时候，你就不在这个角色中了，你就是随时去用很多的一些情境或是一些提醒去提醒你自己，你不是那个灵魂的界面，你是你的本源。这7堂课为什么一直要去讲这些东西，就是退出去这个人的概念，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无限。我说的无限不是说我退出去我不是人，所以我从20楼跳下来我就是活得好好的，不是哦，从20楼跳下来还是会阵亡。意思是说，有很多的限制性信念都是透过人这个角色所赋予限制。当你退出去这个人的限制之后，很多信念就会自然的就是解除掉了。所以不需要做大量的疗愈跟大量的修行，不太需要。我们会跟自己去说，就是我不是灵魂，我不是身体，我不是任何维度、任何概念、任何标签。你可以一直去说，我常常用这样去说，就是我不是灵魂，我不是身体，我不是任何的维度，我不是任何的概念，不是任何的标签，就是没有任何的定义去定义你。我是那个本质，就是本质具足的本质。那我从未离开我的本源意识，我也没有真正的分离过。那我们可能会有短暂的分离。什么叫短暂的分离？认同这个游戏的界面，认同这个灵魂的界面，认同这个灵魂所赋予的角色。我们可能认为我们是这个灵魂，我们是这个角色，所以暂时的与光分离。但是实际上，我们认为我们暂时与光分离，那个是假象的。实际上是，即便你认为你分离了，你的本质还是没分离，只是透过很多外在的现象，让你误以为是分离的。实际上，你再怎么觉得你分离，你还是不会分离。我不是要去批判任何的课程，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停止对灵魂一切的敬仰，或者是一切的修炼。我们的任务就是觉察，然后还原，就是不要把灵魂神格化。我以前在做疗愈的时候，我会把灵魂调出来，然后跟灵魂对话。灵魂，你为什么要做这么反复的这种体验？然后灵魂说：“我是来协助你的，让你学习到什么美的。”以前我教的课也是这样的，但是永无止境的疗愈，那你就停止对灵魂这一切的敬仰，一切的修炼全部停止。
然后我们的任务就是觉察、看见，然后还原，就这么单纯。你会觉得很简单。当我们放下灵魂的重担，我们会发现我们不是成为光，是我们一直都是无限无条件的光。我们不是成为光，我们本来一直都是无限无条件的光，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本来就是。那我这边回答一些提问。他说他上了这几堂课，然后讲到本质不需要进化，或是没有任何版本，是什么驱动了这个体验，然后在这个游戏的幻想中，就是这个巨大地球游戏幻想中，然后这个本质它是自发性的，还是它只是我们尚未理解的一个更高维度的一个意志，到底是哪一个？那我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是我们还在进入逻辑性的执着。就是什么叫逻辑？逻辑是需要原因的。为什么我们会一贯的去运用逻辑？因为逻辑会让我们觉得安全。逻辑经过我们的思考，然后会有一个我们认为的解方。那有了一个解方，会循着这个逻辑的轨迹，让我们觉得是有安全的。那也因为需要有逻辑的支撑，它就需要有成因跟解答。所以那个问题本来就不需要存在是纯粹自发性或是更高维度的这个议题中去选择，就是我们是纯粹的自发性，还是我们是又创造了更高维度的一个思维，到底是哪一个？本来就没有选择性啊，因为我们任何的一个选项都是对这个本源的扭曲，它本来就没有任何的言语可以去定义它嘛。所以我们选边站的情况，如果我讲说它是纯粹自发性，或者是它是更高维度的一个创造意志，选择任何一边都是对本源的本质的扭曲，因为它本来就没有选择，也本来就无需选择。那还原的驱动是什么概念？我们的本源意识的显化或显示，它不是被驱动的，而是它本来就是，它即是如此，或者就是如此。它是不需要任何目的，也不需要任何目标的。不需要任何目的跟目标来证明自己的无限，那才是我们的本质本相。它是没有任何的目标跟任何的目的去驱动它的，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不需要任何的目的，不需要任何目标来证明自己的无限，不需要。所以任何用纯粹意志的自发性，还是它是更高维度的意识的创造，都不用去论述它，因为没有这个的原因，也不需要这个执着，因为没有办法去论述。因为去论述了或者把它定义了，就会扭曲它。就像我刚刚讲的，究极无限的美好，其实它也不应该被定义，它是究极无限的美好。只不过那个是我们是在肉身体的情况之下去叙述，好让我们能够理解那是什么东西。实际上对我而言，它是无法被定义的东西。然后我们的目标跟我们的目的，它也是不需要任何目标跟目的的。因为有目的跟目标才会去证明它的存在，基本上它也是不需要去证明存在，因为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创造意志本身就是一个标签，就是我们的本源，它是自身无限的力量，所以不需要用故事化的表达去叙述它。就是我们对那个故事化是外在的一个叙述，它只是一个可能需要被另外一个标签所去规范的一个现象，但实际上是没有这种东西的，所以不用去选边站。就是地球这个幻象的存在是本源意识对自身就是无限无相的一个纯粹无条件无理由的一个游戏，这本来就是一种无因之果，就是没有原因的那个果实。所以我们把这些体验视为燃料，就是你去体验这些现象，你会有很多情绪的体验，或你会接受到很多的这种感受，然后这种燃料会让你启发成为你回到光的一个样态，所以我们才会想要成为光嘛。就是这种体验太痛苦了，所以你要脱离这种痛苦体验，所以我们才会有很多的集体意识。那你要休息，那你要疗愈，你才能够回到光中，或者你才能回到极乐。所以它是一种燃料，让我们能够变好的一种燃料。但实际上我们是不需要这个燃料的，我们只不过是在玩一个透过这个体验的极限来去发现自己的无限的一个游戏。透过这种体验的极限，你把这个体验的张力一直放大，然后来发现你自己是无限的这种体验游戏而已。另外有人讲到这个还原的概念，还是会让我觉得有卡关或是延迟啊。比如说我对我还原了，但是我回到这个现实场域中，我还是觉得卡卡的，我还是觉得没有是我想象中的实现。就是如何区分尚未完全相信而导致的延迟，或者是它是一个深度体验而设计的一个游戏，又是一个新的游戏。怎么样的区分？我觉得在这个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所以没有区分。就是这些都是我们意识投射的幻象，
所以我们要去超越二元的对立，就是无论是一个我还未完全的相信所言辞，还是我们为了深度体验而去设计的一个游戏，不用选择，也不用去说明是哪一边，都不需要，因为有选择就是有二元，它就是一个对立的，所以不需要，只要是有二元的现象，都是我们投射的幻象，所以不需要去做这种的假想。那还原言辞，言辞本身就是集体意识的程式嘛，我们的灵魂界面下载什么？所有的事情都需要时间才能够发酵。我们的灵魂界面有载了这个集体意识程式码，所有的事情都需要时间才能够发生的这个信念，所以让我体验到延迟的幻觉，这是我对这个延迟的解释。那我们要去解构什么叫区分，一个是这到底是我尚未完全相信而导致的延迟，还是是因为我觉得我又跳入了一个深度的体验而去设计的游戏。那要怎么去区分？就是不用去掉入这个分析跟寻找这个旧有模式，因为分析跟寻找就还在扮演着受害者的角色。我说的受害者还在扮演的这个情境的角色，就是不需要用外部的成因来合理化自己卡关，都不需要啊，就是根本就不用去分析，也不用去寻找成因。这些都是旧模式，我们还在扮演着我需要去分析，我要答案，我需要寻找这个逻辑的正确性、支持性，我需要这个东西，我才能够知道在做什么。这个都是还在扮演这种角色，所以不需要透过这些外在的东西来合理，就是我自己卡关了。到底是因为我是还没有完全相信而导致的延迟，还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更深层设计的游戏？到底是哪一个？都不需要，不需要做分析，也不需要寻找，都不需要。你就是观察这个现象，看见，然后你就跟你自己讲，它早就已经实现了，因为我的本质它从来没有延迟过，我的本质从来没有缺过，只不过我以为我是缺的，所以我觉得我还在延迟中。但是那是一个什么？那是我们的灵魂界面所载的一个程式，什么程式？事情需要时间才能够发生，事情需要时间才能够发酵的这种信念，所以不用太执着。那我们的任务并不是来分析延迟的原因，你就可以直接宣布，在你的信念中，你就宣布延迟不存在。当你说出延迟不存在，它是一个你的自我宣告，就是你本来就是无限丰盛的本体，所以就没有任何延迟的现象。然后任何延迟的程式码都会因为你的宣告或是你的确信，它会卸载。卸载就是直接还原成原本就是无限丰盛，所以集体意识认为事情需要时间来堆叠发生，需要一种缓冲时间嘛？这个都是我们的个人意识允许这个存在的投射，允许存在这个现象的投射，都是我们的允许才会允许这个延迟的发生，这是我们个人允许的，自己允许的，但它不是真的。你就跟你自己讲，就是在我的世界里没有延迟的存在。我是无限丰盛的本源，回到那个本体当中，你可以观察这个延迟。比如说你预期要做什么事情，事情没有发生，它延迟了，你就观察这个现象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感觉。那如果你进入到那个延迟的本体，你觉得很匮乏，或者你觉得很恐惧，就进入到那个角色，那你就要跳出来，就纯粹的看着它。它就是一个你的宇宙在你的身上做的能量测试，你的宇宙在你的身上做的情绪的能量震荡。它会通过你的肉身的这个躯体，经过这个震荡，你就看着它震荡过去，就流过去，不用随着震荡而震荡，就这样过去。然后你还是要很清醒的看这个现象过去，然后跟自己讲，我是一切丰盛的本体，这只是我的把我投射出来的电器假人，然后让我觉得有延迟这个现象，但它不是真的我。你就反复的跟自己讲，你就跳出去了。这个动作好比你要做大量时间的疗愈跟大量时间的修行，放下修行，放下努力，放下控制，无行为的觉知，回归本源。但是我们仍然在这个地球的界面，需要有生活，有工作，有商业，有交流。然后我怎么样完全的达到无二元、无目的、无需努力本源状态，然后驱动这个个体前进。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什么？可能要讲课啊，经营公司啊。那纯粹的动力是什么？让我解释一下，纯粹的无条件喜悦的表达，它基本上已经很接近我们的真相了。但是还是会有情绪的这个标签，情绪是什么？就是喜悦。那喜悦跟痛苦是一样的，就是它都是能量在我们的肉身体所产生的震荡跟测试。我们会很清楚的理解痛苦这个情绪在我们身上产生的震荡跟测试。那
我们可能会有错觉，那喜悦在我们身上震荡跟测试是好的为什么？我觉得它跟痛苦是一样的东西，本来就是一样的，它都是能量的震荡，只不过我们比较喜欢接近好的东西，比较排斥不好的东西。那喜欢接近好的，排斥坏的，也是族群意识的本能，也是我们下载了这些界面的这些剧情，让我们觉得我们会倾向善，去排斥恶。比如说，当我们追逐喜悦的同时，我们就会创造出下一刻不喜悦的现象来平衡二元。什么意思呢？因为你会感觉到喜悦，你才会知道痛苦；你知道痛苦，才知道什么是快乐。所以，当你知道了喜悦，你知道了，然后你会希望有更好的喜悦能够在你的前方出现。那你的灵魂界面为了要创造有更大的喜悦感，它就必须来创造更大的痛苦感，让你觉得更痛苦，进而你才会觉得后面的喜悦是更大的。当我们去追逐那个喜悦，就会去创造出下一刻不喜悦的样态来平衡二元，因为我们赋予了喜悦的特性。这都是我们赋予的能量现象嘛。那个非二元就是本源意识对于自身无限性的纯粹无条件的喜悦表达，是非任何形式的使命或目标。那什么是使命跟目标？就是它也是地球的程式嘛，然后载入你的灵魂界面。那我们通常都会觉得需要努力才会被认可，我们需要努力达成使命，或者我们需要努力去完成这个目标，所以才会有努力这个产生嘛。所以真正驱动是你存在的自发性，就是没有二元的条件下，我们的行为不是为了得到或是证明什么，它是纯粹的流动。就是我不需要透过努力我才能够得到什么，我不需要透过我的使命或目标我才能够去证明什么，都不需要，它只是我的能量纯粹的流动。就像是我现在讲课，我讲课不是为了要传递真理，不是，我讲课只是让我觉得我允许这个能量流动的行为，所以它跟我传递真理这个的想法无关，不是为了传递真理，也不是为了要去教育谁，都没有，它只是在我的信念中，我允许这个能量流动的一个行为，所以它是一种没有期待、没有批判的纯然的一种存在，这是我的感受。所以为什么我上课不是在教大家疗愈，也不是在疗愈需要被疗愈的人，那都是我允许这个能量流动而已，没有任何的期待值，没有。讲一下疗愈跟修行的幻象。我们现在那个第七光行者是用还原去取代疗愈跟修行，那更进一步的解释是什么呢？这个还原不是取代了疗愈跟修行，还原是连停止疗愈这个行为都必须要放下。有些人会将不再疗愈视为一种更高阶的一种修行目标，就我不用疗愈了，我本来就好的，这是一个更高阶的目标。然后我们可能会对于还需要疗愈或是修行的这种人，视为他是一种低阶的个体，会有一种分级的现象。我曾经就这样觉得，我已经不需要疗愈，为什么你还需要疗愈？我已经不需要修行，为什么你还需要修行？为什么你还是存在那种训练？为什么不能拉伸或养生？我以前曾经是这样想，曾经说不再疗愈，它不是一种新的高阶的一种修行目标，或是一种高阶的位阶，并不是的哦。所以真正的觉醒是什么呢？它是无行为的觉知。什么叫无行为的觉知？就是我们不是在执行停止疗愈这个动作，我们只不过是意识到我们从未需要被疗愈的真相，这样子而已。就是你回到你的本质，你从来没有损坏过嘛，所以你从未需要被疗愈，而不是因为你觉得你损坏过，所以你现在要停止，而是意识到我们从未需要被疗愈，所以才会自然的停止，这是不同的概念。但是我们会在我们的现象中会看到很多在追求疗愈的练习家人。什么意思？有些人他会很沉浸在疗愈的世界中，或者是他很提倡疗愈或提倡修行，那个都是你的高我投射出来的练习家人，所以不要产生有优越感，也不要进行批判。你可以把这个视为这是你的本源意识对你自身无限性的纯粹无条件的喜悦的表达，这样就好了。即便是透过那种扮演的练习假人来寻求疗愈角色的这个人，他也是一种练习假人，所以他只是你的高我去呈现的练习假人，他需要做疗愈，或他需要提倡疗愈，或他需要提倡修行才能够达到彼岸。所以不用把我们认为我们是无需疗愈的现象，然后对他做一个差异化或是一个比较，没有这种比较，也没有这种优越，也没有这种批判，都没有。你可以跟你自己讲，他只来提醒我，谢谢他的提醒，让你更知道你是光的本源。
这样就好了，因为它也是你的光的分流。然后要超越一元的标签，就是无二元亦无一元这样子，要超越一元的标签。我之前会讲到，我们回到觉察的本体，我们会还在二元当中，但是我们会用一元的解释，所以不被二元的现象所限制，但实际上也没有一元这个东西，真的没有。二元就是有好坏跟善恶，回到一元就是本质具足圆满。但是一元本身也是低维度意识为了理解整体性的创造而创造的标签，也是我们的集体意识或者叙述比较高元的思维层级的叙述去定义一元本身，所以才会有我刚刚讲的那个究极无限的美好嘛，就是你用任何的叙述去叙述一元嘛。实际上一元会让我们产生已经抵达的错觉，就好像如果我们一直去执着于一元，那我们就会有一种新的优越感，我好像已经抵达了，我好像已经开悟了，我好像已经到达了很高维的现象。你去观察一些宗教，或是你去观察一些那种领袖，你会觉得他好像已经抵达彼岸了，然后你会对他很崇敬很敬仰，然后你也希望能够变成他的感觉，那个都是错觉，那个就是我老师曾经讲的谎称神。你可以去辨别。当我们达到无二元的理解的时候，必须要解构一元这个标签。我们的本质是无二元亦无一元的，就是不属于二元对立的游戏，也不属于整体圆满的定义。因为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定义光的本质，没有的。那我们讲的本质具足也是对光的一个叙述，但它并不代表它是它的完整的叙述或完整的定义，它只是我们用人的言语能够去叙述的一个概念而已。所以圆满具足不是透过我们的修行修炼达成的状态，而是我们本来就是的状态。我们是一个圆满具足的存在性，非实体性。因为是非实体性嘛，这个存在本身才是无边无相的。因为它不是实体性，所以没有任何的文字语言可以去定义它。所以要跳脱这个一元的框架，就是无二元亦无一元的框架，要完全的脱开。是完全的脱开才是你回到你真正的本相本质。然后那个真正的本相才是你自己的定义，那是一种感觉，那是一种你很难用言语言辞，就是不可说不可思的一个现象，你很难去叙述的，那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你会达到那个样态的，因为本来就是那个样态，本来就是。然后觉察是没有终点跟没有目的的，什么意思呢？我们习惯将我们的觉察去视为觉醒或开悟的工具，但是如果灵魂和修行都是幻象，那么觉察的目的就是什么？假设灵魂跟觉醒它本身就是幻象，那觉察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都会以为觉察的目的是为了脱开地球游戏，或是回到源头，所以我们需要觉察。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把觉察是脱开地球游戏，或是回到源头，我们只不过把觉察降格成为一种逃避的工具。逃避什么？逃避现在的现象，所以要回到源头。我要脱离这个游戏，说要透过觉察，但真正的觉察是什么？纯粹的见证而已，它没有终点，它也没有目的。我们不需要透过觉察来变得更好，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很好，所以没有因为透过觉察变得更好。我们只需要看到什么？我是觉察的本身，而不是觉察的内容。觉察的内容就是情绪，有情绪，有灵魂，有困境，有好跟坏。我们是觉察的本身，而非觉察的内容。我们不是透过觉察来变好的。当我们觉察变成是没有目的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行为，包括了你在地球上所有的创造、所有的流动，都会变成我们对本源意识就是无限性的纯粹的展现。你就不会再问什么呢？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做那个事情？为什么必须要这样做？为什么要那样做？因为那个都是行为自发性。什么叫做当我们把觉察变成是无目的性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把觉察没有任何目的性，也没有任何的终点的，它就是纯粹的流动，纯粹的觉察的时候，它纯粹的展现，我们就不会再问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因为所有的目标跟目的都还在二元当中。那如果当我们把所有的二元全部推开，你就不会再问为什么需要做这件事情，为什么需要干嘛干嘛干嘛，为什么需要这个，你就不会了，因为它只是一个什么纯粹流动。那你会说，那为什么还活着？我曾经也很困惑，为什么还活着？你要回到那个纯粹的现象，才会是真正的丰盛的样态。什么意思呢？先想象本源意识就是我们本质，我们的本质具足就是我们的根本真相，它是无缺无二元亦无一元无形象，所以不需要修复，不需要补强，也不需要努力，这是我们的本质。那圆满如是就是不用改变，也不会变坏，也更不需要变好，它一直都是完美的状态，叫做圆满如是。那丰盛的流动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本质是无缺无二元的无形象，不需要修复的，
我们的圆满如是是本来就不需要改变的，也不会变化，也不曾变化，也不需要变好，它一直都是完美状态。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是真正的无缺，无缺才是丰盛的样态。所以任何需要改变，任何需要介入，任何需要有理由的，它都会脱开这个现象。所以就刚刚我讲的，为什么到最后你只剩下纯粹的流动，没有目的性，也没有目标性，是纯粹的流动。就像是我现在讲课，只是为了能量的流动，我允许这个能量流动，我没有目的性，没有一定要授课，没有一定要去帮助谁，没有这种东西。你需要帮助谁，或是你想要成为谁，它都是有目的性的。有目的性，你还没脱开二元，或者是你可能脱开二元，可是你又进入了一元的框架，就是你没有脱开二元跟一元的现象中，你还是有带着目的现象存在的。那等到你真的没有任何的目的性，你真的理解什么叫本质，你会发现它是无缺、无二元、无形象，不需要修复。你会发现你的圆满，它本来就是不曾改变过，也没有变坏过，也更不需要变好过，它一直都是完美状态。到那个现象才是真正无条件的显现，你才是真正的无缺，才是真正的丰盛。这是我要分享的，就是我们的丰盛不是透过外力祈求，不是透过努力，不是透过设局，不是透过布局来的，相反它是源源不绝的，因为它一直都是那个信仰，源源不绝。是这样子的，所以无需努力的流动是丰盛的本源意识，是自动运行的，不是透过就是需要努力来的，它本来就是一直丰盛源源不绝的。所以我们要停止相信自己是缺的，停止相信自己是需要努力的，要完全停止相信。当我们停止相信，这个能量频率自然就会冒出丰盛的体验。要停止相信我们缺，停止相信需要努力。那个纯然的存在，丰盛不是一个需要达成的目标，是你本来就是的样态，所以你本来就不需要期待好事发生，或是期待什么东西到来，因为那个期待就证明了好事还没发生，所以不需要期待，所以也没有希望这两个字。希望本身也是一个限制。我们现在对我们的丰盛本体，比如说是对齐的概念，比如说刚刚讲到那个量子，即刻即时量子同步，就是只要我们的意识是对齐于我们的丰盛本体，我们的宇宙就是我们的意识的场域，就会自动的同步，然后立即的显化。任何的延迟的感觉都是允许自己扮演还没有拿到金钱的角色，或是被集体意识所限制的。就是当我们的意识能够对齐到我们本质本体的丰盛的样态，我们的能量场它就会自动同步，会即刻的显化，任何延迟的现象都会自动的瓦解。所有需要延迟的感觉都是我们自己允许扮演还没有拿到金钱的角色，或是被集体意识所限制，才会觉得延迟的。我从观察者看到现在的幻象，但是我对现在幻象不满意怎么办？包括不满意也是幻象吗？但是我活在人间，不满意就是不满意，就是你允许扮演那个灵魂界面的角色，你才会觉得不满意啊。所以你要脱开这个角色的扮演，那就跟你自己提醒，这是我的人格扮演，还是这是我的练习家人，还是这是我的灵魂界面所产生的人格角色，还是它是我的本质？那你的大脑会出现答案，就是这是我的人格扮演，它并不是我的本质。但是我们可能还是会深信的什么？我们的体验还是不舒服的嘛，痛苦的嘛，我还是觉得对这个生活不满意，那就是你所深信的，所以你就对自己仁慈，就是一样离开那个感受，然后把这个感觉定着再定着，所以就跟自己对话。跟自己对话本来就是最好的疗愈。为什么叫跟自己对话是最好的疗愈？你本来就是那个智慧的本体，你本来就是无限的智慧，所以当你在跟你自己对话的时候，是你会连接到你的本体的，它会一直不断的催化出智慧给你，你本来就是这么智慧，所以不需要透过外力的协助，透过外力的协助去证明你是脱离的，你才需要透过外力协助。外力是什么？外力就是很多的疗愈，很多的修行等等等等。那你跟你自己对话是内求，你跟你自己叙述去对话，你就会知道那个答案的，你会越来越清明。有的人会需要过程，时间本来就是一个假象嘛，就像我刚刚讲集体意识的叙述，就是我们觉得事情的发生是需要时间的推移的，所以我刚刚讲了，有人可能需要一些时间的练习，也有人是不需要的，端看你运用什么样的信念。你可以立即的宣告，就是我可以脱开这个时间的幻象，就是我的宣告，我知道我很清楚我是我的本源，就这样跟你自己讲就好。所以你在宣告的当下，你会立即回到那个本源哦，会回去的。但是有可能还是会因为你内在的神性，所以又拉回那个你所谓的现实当中，那你就再跳出去就好了。
就这样反反复复，你会越来越定着，对自己保持仁慈。就是你进入又跳脱，你跟自己讲说，我怎么又回到那个原来的现象，我怎么又回去原来的那个不好的感觉了，我好像不够修炼，不用去对自己用这种论述，你就是对自己保持仁慈，因为有这种灵魂界面的体验，一直把你拉回来，你才会知道你要回到还原。我刚前面讲的嘛，你就用一元的解释对自己去仁慈的叙述就可以了。当我们在强调还原，我们仍然在执行一个动作吗？这个动作是什么？我需要去做点什么才能够回到本质，所以是用还原，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理解。但实际上这个还原的意义不是为了要去做点什么呢才能还原，不是哦，不是这个概念。还原的方式它不是去取代另一个修复的疗愈做法，比如说本来是用疗愈，然后我只用还原这个名词取代疗愈，它并不是去取代。那个还原的本质是什么？是知道自己的状态本质是本质具足，圆满无缺，然后还原回那个本质具足，圆满无缺。所以不是用另外一个疗愈的视角，它是破碎的，或是它需要被修补，或是需要被修复的，所以我用还原这个名词去取代疗愈这个名词，不是。那我们用还原的视角的目的是什么？解除误会。什么叫误会？误以为自己不够好的幻象，把它解除掉。就是一直以为自己是缺的，一直以为自己不够好，把这个误会解除。那疗愈的视角是什么呢？会一直增强、补强或消除。什么意思？我透过疗愈来去增强我原本就是好的嘛，我在提升我到一个更高、更养生的境界，要透过疗愈。或者是我可能是有缺陷的，我透过疗愈来补满我的缺陷。或者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好，这个现象、这个信念不好，我需要透过消除来把这个不好的信念移除掉，这都是疗愈的视角。但实际上呢，对于还原的视角，它都是误会。你本来就是完美的，所以你从来没有缺过，所以你不需要补强；你从来没有变弱过，所以你不需要增强；你从来没有不好的东西过，所以你不需要被消除。是这样的，所以还原跟疗愈的视角有很大的差异。在还原的视角，就是我们从未有过任何一刻不是光亮的，但是在疗愈的视角，要经过动作的修炼，或是修行，或是疗愈，才能够淬炼成光，会变成光。这是疗愈的角度，就是疗愈本身相信你是光，但是你可能是暗淡的光，或者是还没那么亮的光，所以你要需要很多的动作、疗愈、修炼、修为，你才能够变成很亮的光，或者变成光。但是在还原的视角里，你本来就没有一刻不是光亮的，你永远都是光亮的，所以那是还原的概念。那本质的行为呢？还原的本质，它是纯粹流动，它是无为的觉知，没有任何介入性的觉知。但是疗愈的视角是什么？它是需要努力的，它是需要介入的，它是需要去修正的，它是有很大的差异。所以我提的那些光行者用还原的概念是用这个视角去做的，就是我们是无为的觉知，不介入、不控制、不修正、不努力。不努力不是废掉不做，是你本来就是好的，所以你没有废啊，你理解我意思吗？然后解除误会，就是我们以为需要增强补强我们以为我们需要补满，我们以为需要做消除，都不需要，我们是把这些误会给解除掉。然后我们以为我们是破碎的，我们是缺的，所以才是需要透过疗愈来做一个修补或修复。不是，我们本来就本质具足，我们是圆满无缺的，这是还原的概念。所以那个灵魂它就是一个界面，它不是一个什么很神格化的一个现象，什么老灵魂、年轻灵魂你都可以忘记，没有这种东东啊。如果你还是觉得有什么老灵魂、年轻灵魂，你就会被这个信念所延伸的剧情故事所陷进去，你就要去经过很多的挑战，做很多的体验，其实没有那么多的限制，完全没有。等一下我们来做疗愈，你一样把它当成是一个礼物就可以了。当然我们现在疗愈可能就不会经过脉轮了因为脉轮本身也是一个幻象，不是真的东西。但是你如果认同有脉轮这个故事的，你就会活在有脉轮这个角色中。你如果又活在这个脉轮角色中，你可能会以为脉轮可能会忽暗忽亮，你可能要随时清理脉轮，那你就会反复的活在那个现象中，很难脱离。你的存在本质是没有任何文字叙述可以去定义你的，所以是不可述、不可思、不可量，这才是你真正的本质。所以所有一切的东西都是为了把它定义化，然后好去形成一种族群意识。但是你就脱开族群意识限制，你就不是这种现象，你本来就是无边无界的。所以我现在的疗愈为什么
很少再对应到脉轮。从讲不是人的课程之后，就会比较少对应到脉轮，是因为如果我们有按照这7个分享，你应该会更跳脱出去。那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让大家跳脱，我只是允许这个能量去流动，没有目的性的。如果我是有目的性那我还在二元中，因为我认为我的论述才是比较好的，或者才是比较正确的一个真理，所以那个比较性，那个二元性是没有任何的答案的，是找不出真相的，所以它只是一个纯粹的流动，并不是带着目的跟目标。那因为没有目的跟目标，你才真正的不受限，你的丰盛才会真正的源源不绝，因为没有目的性，没有目标性，没有框架性，所以回到那个真正的样态才是你真正的本质。没有任何人可以限制你，没有任何人可以定义你，只有你自己可以随时定义你的现象。我们来做疗愈，等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美好，那个都是在讲你自己你的本源我只是用一个名词去定义它，但是那个名词不足以定义这个本质，我只是我们用人类的叙述，让我们比较好理解。让我们闭上眼睛让我们深呼吸，吐气，再一次深呼吸。好，你可以回到光中，或是你可以去任何很好的一个场域里。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阶级与维度的概念，请还原成无边、无分、无相的唯一本体。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的对立性、觉醒、进程与现实的滤镜，请还原成无序、无时间性的纯然的存在。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被强制安装现实滤镜的教育系统的认知包，请还原成无扭曲的觉知与当下直接的明白。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自我压抑的沉默与表达真实自己的恐惧，请还原成自然的显现与本质一致的声音流动。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对于爱与情感依附的匮乏模组，请还原成爱本身无条件无边的流动。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他者你我他的分离的错觉幻觉，请还原成彼此平等本源一体的存在的样态。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将努力与价值绑定的信念，请还原成存在的本身即是价值，无需证明。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对于生存的恐惧、匮乏系统与必须努力才活着的城市，请还原成源头能量的自动支持与纯粹无惧的本源振动。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把情绪当成是我的错误认同，请还原成情绪只是能量流的本然的流经。请将以上的感觉、信念及体验，请全部还原成光与爱。想象光持续的从上方进入到我们的本体，想象与光合一，持续的扩张跟延展。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将过往的创伤视为真实的信念，请还原成无时间性的一瞬永恒。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对未来焦虑的预测模组与防御程式，请还原成当下即是丰盛的纯粹流动。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将人生目标与自我价值绑定的幻觉，请还原成无目的的价值与已然达到的无所谓。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因血缘关系而承担的家族印记及剧本，请还原成无依附无负担的自由本源。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需要透过努力来证明存在的程式码，请还原成无需努力的自发性的展现。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对身体衰老与死亡的恐惧，请还原成超越肉身界面的永续性的存在意识。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被他人眼光或社会评定定义的虚假人格面具，请还原成无需允许的真实自我。请将以上的感觉、信念及体验，请全部还原成光与爱。想象光持续的从上方进入到我们的本体，想象与光合一，持续的扩张跟延展。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将负面情绪视为个人缺陷或低微的评断，请还原成能量流经。
无关乎我的中性正当。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对灵性身份的执着与认同，请还原成超越所有系统的纯粹意识的本体。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相信能量有高低优劣的阶级幻象，请还原成无形无差别的单一震荡。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将困境与挑战视为业力或功课的宿命编码，请还原成无因果的无垢本位。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对集体恐惧和社会规范的无意识同步，请还原成自主运算的个体意识主权。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相信世界需要被拯救的救援者情节，请还原成一切本质圆满的观察者。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自我怀疑与自我攻击的回路，请还原成宇宙全然信任的不被破坏的完整性。请将以上的感觉、信念及体验，请全部还原成光与爱。想象光持续的从上方进入到你的本体，想象与光合一持续的扩张跟延展。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对真理的言语包袱及逻辑的概念，请还原成不可说不可思的本光。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自我与他者的分裂幻象与对立性，请还原成不可分割的单一真相。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将丰盛视为物质的有限定义，请还原成无边无际源源不绝的意识流源。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对空间维度层级的限制性的框架，请还原成无边无界无方向性的纯粹的存在。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将爱定义为情绪或关系的束缚，请还原成无条件无对象的宇宙之源之爱。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对起点与终点、成功与失败的执着，请还原成无起无终的不动本体。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宣告以上述的指令已即刻被本源意识接受并且彻底执行，请还原成纯然纯粹存在的最高实相。请将以上的信念、观点及体验，请全部还原成光与爱。想象光持续的从上方进入到我们的本体，想象与光合一持续的扩张跟延展。最后感谢你自己，就可以睁开眼睛，因为你的丰盛不是被任何现象所受限的。你不会因为你创造了什么，然后你为了创造它而加速让大家觉醒，而不再需要它，所以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失去了它的用意，那好像这个丰盛变减少，并没有，并不会，因为丰盛本来就是源源不绝的，并没有定向在任何一个方向中，并没有，真的没有。我对自己仁慈，但是环境对我不仁慈，环境也是你创造的练习假人啊。就是我们创造的练习假人不一定是人嘛，它也许环境，也许是事件，是这样的，那都是你的高维自我所创造的，或者是你的灵魂界面它所曾经设定的，它需要这种的剧情，然后为了让你一直体验，是为了让你能够回到还原的本相。你问这个问题代表你有觉察，你有观察到嘛？所以这些现象不是来破坏我们的嘛，是让你回到那个观察者的现象。那你回到之后，你觉得环境对你不仁慈，那你就把那个不仁慈的环境的现象重新定义成它对你是仁慈的。反正就是脱离很多的束缚，回到你真正的本质，就是你任何的迟滞的现象，你就跟你自己讲，这是我的练习假人，还是这是我的人格扮演角色，还是它是我的本质，你就会知道答案的。然后你一直回归到你的本质本体，用你的本质就是活在这个地球上去操作。这样子，下一堂课应该会讲到操作吧，我没意外的话。那欢迎大家订阅激光行者的频道，好吗？欢迎大家订阅。